大家好，今天我要讲的是隶书的2种基本笔式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第一种用笔方法，然后这个是以理气杯作为示范，因为在理气杯里面有包含这2种的基本笔式。第一种是入笔时，笔锋往逆时钟方向前进，调整后行至燕尾处，再一次调整出锋，形成一波3折。第二种是顺时钟的方向入笔，长锋，然后也是调整之后行走。第二种的笔式普遍出现在汉隶之中，有些是有燕尾，有些则是没有燕尾的。所以在书写时必须观察圆杯上的笔势走向，以及留意它的各种变化。最后这笔燕尾调整出锋也是一波3折。接下来我们来比较2种隶书的笔式写法。那画面左侧这边是第一种用理气杯刚刚的写法，然后画面右侧呢是张铅杯的第2种写法。理气杯的线条劲瘦，张铅杯的线条朴厚。那燕尾的写法2者也不同。画面左边是调整笔锋方向出锋，那画面右边是捻管沿笔出锋，上平下浮。那这2种基本笔式有什么差别呢？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种。那第一种的话，它的笔式走向从左下箭头部分，然后往右上。箭头画出来就可以明了为什么是逆时钟方向起笔，然后接着笔锋走到了燕尾处，此时燕尾处顿笔。那顿笔是看你是要走方笔的笔意还是圆笔的笔意，然后改变方向，上提出锋。第2种入笔时，笔锋往顺时钟方向入笔，然后从入笔长锋可以看到箭头的部分是往上的，顺时钟方向带过来，然后行走到燕尾处也是一样，一波3折，像上面一样取方笔笔意，顿笔，改变方向，往上收。所以这时候也是调整封面的方向。这2种起笔时笔势是相反的，但是结尾燕尾处却是一样的出锋。在临写隶书时，了解这2种基本笔式的不同，才能理解古人的笔意。接下来以笔锋的路径方向来简化，那探讨为何这2种会有这般的差异。第一种笔锋的走势的走向是像这样子，然后到转折处，它理论上本来是要这样子往下，然后将笔锋上带，所以笔锋的路径就是如箭头所绘，到最后一笔，理论上应该是要这样子，虚线的部分出锋，所以它应该是会变成一种循环，是从这样子，然后往上带，是一种无限循环往上带的笔意，所以像箭头这样子无限循环往上。但是因为我们要写出燕尾，所以必须在它的转折处的时候，本来笔锋应该是要往下走再往上，但是在圈起来的地方改变了方向，挑出改变方向，变成燕尾，所以改变成往上的方向。
这种方向的改变打破了他原本在笔势上应该无限往上循环的笔意。第二种刚好呈现与它反方向的方式前进，然后到燕尾处提出，但是它笔断意连，所以会继续往下走。行进方向如箭头所绘这样子，然后继续到了燕尾处，它已经出锋了，但是笔锋在空中回，以虚笔的方式往下带，行走到下一笔。如此一来，笔意是连贯的，如虚线所绘，往下走。所以它自然的笔势是无限的往下走，画出来的符号相当于数学符号里面的无限，所以可以看到，就像这样子，无限的往下一笔带。它的自然笔势跟书写方向行进是一致的，至于在燕尾处也能搭配出锋的方向，也是一致，往上走，在圈起来的部分一样出锋往上走。出锋以后，笔意继续在空中行走，形成无限连贯之势，就像这样子。那即使写小字，也依然是旋走提腕，手动指捻，遵循着一波三折的笔势用笔。初学者了解这些基本笔势的走向，下笔就不会无所适从。这些线条没有波折就没有力量，这也许就是古人的书法智慧吧。